各位，现在来到了 Coronet Peak 滑雪场，今天下雨，好像不是很适合滑雪的天气。不过现在都已经到纽西兰了，还是来。其实原本今天没有来这个滑雪场的，要去瓦纳卡附近的滑雪场。原本瓦纳卡附近有2个滑雪场，但是今天瓦纳卡那边雨真的下太大，离瓦纳卡最近的2个滑雪场都关闭了。那刚刚问了模特的老板娘，她也说好像很少在瓦纳卡看到这么大的风雨。那昨天刚从皇后镇离开去瓦纳卡，现在又回到皇后镇附近的这个 Corona Peak。那刚刚我们来这个滑雪场的时候，从瓦纳卡再开过来的时候，又发生一些小插曲。在开过来的路上，忽然下大雪。那我租的车又不是4轮传动的，又没有带雪链。最重点就是开到一半，看到旁边的人也没带雪链，结果翻车了，车子180度翻过来，4脚朝天，在路边。但我就好像有点害怕，原路返回，然后先返回路途中的一个休息站，一个咖啡厅，觉得还是安全第一好了，要不然就打下念头要来滑雪。但是大概小坐了20分钟，忽然变成超级无敌大晴天，就觉得好像不能浪费这个天气，最后还是决定再过来滑雪。不过今天这个雪况其实是蛮糟糕的雪况，一般当地人或是欧美人，他们可能在这雪况又下雨，雪况又差，7天没下雪，雨水一直冲刷雪地，这种情况基本上是不太会出来滑的。但是没办法，我们这种亚热带国家的小孩，在台湾看不到雪，将就先来看看，等一下再看去要不要滑，也不知道到底会不会滑，因为这其实是一个蛮小的滑雪场，甚至在官网上面，他们直接表明建议来这边玩半天就好，那刚好会只剩半天，我们就来这里试试看啦。这边，外面进来了，外面有多人？这边大家应该是买 Shuttle Pass 吧，然后这边就是 Rental， 应该可能来这边租个雪具，看一下，先看一下雪况再说。那每到一个滑雪场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纪念用品店，因为其实我蛮喜欢买一些滑雪场当地的一些纪念用品，像是钥匙圈，或者说他们的专属联名 T 恤，像是很多的，像是不管是 Burton 啊、Falcon， 他们其实会跟蛮多滑雪场去联名出一些 T 恤，或者说一些帽 T， 或是贴纸。对，我觉得都是到滑雪场蛮必买的东西。我个人当然有些人觉得很浪费，但我觉得还蛮有纪念价值的，也蛮喜欢收集这些东西的，所以大家可以进去看看。那我们出来这边大厅了，雪况正常，又下雨，又没有雪，最重点是下雨，下雨真的是最让人家却步的一个原因。等下会先吃个东西，先看有没有位置可以坐一下，有没有办法躲个雨，看一下雨等下会不会停，再决定我们今天要不要出去滑。雪场的餐厅其实不外乎就是卖一些零食饼干，但我觉得到雪场滑雪大概10几年经验，有一个奇怪的习惯，就是到雪场，不管怎么样，不管是日本雪场还是欧洲雪场，我好像一定固定会吃的午餐也只有一种，就是 chicken and chips， 没有什么特别原因，就觉得你坐在滑雪场就是要配 chicken and chips。这边是租雪具的，但刚去问的话，你必须要先在这边付完款以后，再去租雪具跟一些其他的
其他一些雪场是分开的，就是你雪具可能另外付钱，或者说买票另外付钱是不一样的。还是觉得今天来了，就剩下2个小时，买了一张 Half-Day Pass 跟最后一张，那就好好把握这2个小时。Half-Day Pass 130铁板啊，雪忘记多少，加起来好像是180吧，180块纽币，试试看 ，Go！ 大概第一台雪场来 ，Coronado Race， 哇，有一阵子没滑雪了，有点害羞。其实我不是很厉害，就是还算蛮喜欢滑雪。看这个是这个 Coronado Race 上面第一条缆车的风景照物啊，其实跟欧洲有些雪场蛮像的，就是雪山配湖景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哇，也是蛮棒的。像是之前在美国或者说澳洲比较少雪山配湖景，看了一下地图，大概最主要的道路就是3到4条。比起其他雪场的新手区，这边来的对新手更友善。这个雪场还不错。刚刚早上大概9点10点，就是我刚前面有说，突然下一场大雪，造成来这里的连通道路有人翻车，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其实今年雪况算蛮好的，虽然刚刚有下过雨，但是整体雪况还算是蛮暖的。大家可以听着声音，其实这是有一点点像抛的声音，但是也不完全是啊。但是总比爱死这个体验，这次滑雪至少不会有一直刮板的声音。然后呢，这个雪道今天人算蛮多的，可能现在已经出太阳了，雨又停了，但人算蛮多的。记得这个雪场其实难度比较高的，限制不少的。所以就当做回复一下脚感。刚刚不小心跌倒啊！来看一下这个雪场的风景啊，好的。距离上一次滑雪，其实也没有很久啦。今年3月底，大概5个月前有在奥地利滑过2天，3天。对，但是其实像我们这种不是寒带国家的人，其实有时候久没滑雪的第一滑还是会有一点给，对，那个肌肉记忆还要再稍微找一下，所以刚刚小跌倒一下没关系，这个都很正常。继续。下雪了，各位，哇，到下雪了，不，跑者要来了，最后 ，Let's ride，Go， 下雪了，暴风雪的最后一滑，纽西兰的第一滑结束了，哦，其实蛮累的。现在开始下雨了，哦，好险！刚刚中间有一段时间是天气还算蛮好的。总结一下这个滑雪场，那今天是我在纽西兰的第一次滑雪，
的第一个滑雪场，对吧？完全不在计划中的第一个滑雪场，但还不错。虽然只花了2个小时半，2个小时左右而已啊，对吧？加租雪具，大概2个小时，对，很不划算，但没关系。对，就是记忆是无价。那就接下来在2天后，3天后还要再去另外一个雪场，叫 Mount Hart。听说那雪场难度等级会稍微都一定会比这里高，因为这里来之前看了一个简介，当地人称它为可能就是像水泥般的滑雪场，就是雪况很差的滑雪场啊。对，那可是我刚滑一下，觉得其实不至于啊，没有到那么差的感觉。对，可能今天早一点有下雪，有点幸运。虽然说也有下雨，对，但是整体而言，初学者非常推荐，因为普遍难度其实蛮低的。对，然后还有非常初学者友善的操场魔毯。对，虽然我没有去滑，对，因为想说赶快去把全山的缆车能做的都做一做，所以几乎把全山缆车都做完了，用最快速度把全山缆车做完啊。其实这个滑雪场因为很小，所以你说全山缆车很多吗？老实讲，好像今天才开7条吧，整体都还算蛮平缓的。那也没有什么特别高难度。那在雪道跟雪道交汇的时候也还蛮宽敞的，也不会说要什么东闪西闪的之类的。对，所以新手蛮推荐过来这里的。但这里因为离像是剑镇跟皇后镇其实也都算蛮近的，开车其实都蛮快的。但坐车好像也有接驳巴士是蛮方便可以到达的，所以整体而言蛮推荐的，新手蛮推荐。但是如果你有一定程度的话，可能会建议去难度比较高的，或者是雪道比较丰富一点的雪场，或你会觉得相对的 CP 值会来的比较高。好，加油各位，期待下一个滑雪场 ，See you。